那么罢团因为72625-0，所以罢团很生气，就骂选民，这选民智商太低了，笨蛋，叫你们投赞成罢免，为什么投不赞成、不同意说呢，他们现在823又来了，823要罢免7个国民党委员呢，要做降制图卡，就把那个图卡做的比较呆、比较笨，不讲大道理说选举要赢，格调就要低说呢，你看这个这个台湾自由民主之路那他怎么讲呢？说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选民多愚蠢，智商多低反正选民非常愚蠢，强调选举要赢，格调就要低不要讲太多了，不要讲道理了那民进党的立委陈培宇就是尊重每个人看法，还不敢讲罢团是不对的，说好吧，我们尊重他的看法那另外呢，王一川说自己有造谣4步骤什么叫造谣4步骤呢？这王一川都会做这个东西吗？我都有点怀疑，这是真的是假的。先给出假议题，然后再用梗图来炒热，然后就当事人一定会澄清，再根据他的澄清再打他一次。这样就打很多次了。他当场秀出来那个对于那个卢市长说要发4万的，他拿那个来做例子，他就举，所以实际上已经在做了，就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对，这不是我们以为他只是在举例，他们真的已经在做了。他先政论节目上面说出来的，他说先用卢秀燕普发4万，因为他们造谣嘛，说中央1万算什么？台中人家卢秀燕超征要发4万，你们就跟他要所以他一听哇，卢市长对不对？就几百，而且他说光卢秀燕要发4万，就做了几百张梗图。这个有些梗图可能是中央厨房组，有可能是大家网络上面，反正你做我做其中一张就是一个90几岁的老翁，骑了100多公里的电动轮椅，从台南到台中要领钱，领不到钱以后就发展领不到钱，有这种屋主跟他老人摔倒啦，老人没饭吃啦，老人哭啦，老人这样了，老人那样了最后呢，到警察局报案，警察安抚老翁的画面，就把这个就是你看，先假议题，台中市发4万，然后就做很多梗图，炒热了。然后呢，台中市政府说没有这个事情再根据台中市府再打台中政府，没有这个事情，为什么要中央发1万？你有钱都不发4万就意思就这样子那所以呢，刘采薇很生气，就要告发这谣言，在民进党，王一川那时候还要抢赚义川大兵，那时候选举的时候，对不对？那吴思瑶就说不要转移焦点你们这是现世报就打到你们自己了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就转移焦点了，这现世报这是现世报，所以你看你们叫人家发1万，现世报来啦等等等等那联合报的快评就是说拱穿了4步骤，还有加上那个降制图卡，所以是到底拱穿比较攻呢，还是那个降制图卡比较攻呢？愚蠢程度难分高下。我们看一下。拿着检举函直奔警察局，2位台北市议员说，检举的对象是民进党立委王一川，是不是这个台中普发4万元就是民进党刻意制造出来的假议题？那这个梗图呢，是不是就是民进党刻意制造出来的梗图？我想王一川他在节目上面其实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点名王一川公然在政论节目分享造谣 people， 以违反社违法。根据蓝营指控，王一川称一共4步骤，给议题梗图炒热，待对方澄清后再打一波。例如台中普发现金一事，这图就是步骤2，而这张就是步骤3。王一川这一套是跟纳粹学的吗？王一川这一套是跟八炯学的吗？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这已经脱离了政治攻防的范畴，纯粹就是抹黑、谣言跟重伤。王一川是否要道歉？本人没回应。选民有多愚蠢、低智商？接下来823呢，我自己有个计划，蠢降制图卡。3月10日，他在私下用赖对我说，我最近在研究纳粹，怎么操控群众情绪，还说要找一个群体变成犹太人，然后煽动。
还要发明新的手势。网红闽南郎秀出多张对话截图，八囧传讯C19凯道图腾是纳粹老鹰，还有闽南郎别说出去。的确，在C19八囧号召拒绝统战、守护台湾凯道集会，背板就是同样图腾。闽南郎更指出，八囧给花莲的霸团志工背心，直言建立好纳粹冲锋队，3阶就可以发起革命。这也让一回国的八囧拍片回应，知道这个其实连私下开玩笑、自嘲都不行。虽然我也深刻反省，我也意识到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妥，这里跟大家道歉。鞠躬道歉只是自嘲，但强调会继续反共。叶律师，刚刚在讲说台中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发这个4万元哦？其实小新那时候有回嘛，在 Thread 上面有回，人家就问他说：“哎，请问一下，这个到底台中为什么不能每个人发4万？”他说：“因为120亿元除以286万，等于一个人4000多块啊。”所以我们大家就在说，数学不会骗你，不会就是不会啊，所以这是很荒谬的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啊。那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的立委公开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怎么去做梗图，怎么去造谣。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啊，之前现在总统副秘书长何志伟之前在当立委或当议员的时候，他也说啊，我们在民进党党中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多个账号啊，我们通常都要去发言啊，然后去洗这个人家的这个发言。我觉得是一脉相承哦，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党中央的公职人员啊，或者是党工，就是一个人有很多个账号，然后去造谣。我觉得这件事情，民进党应该要有一个立场吧。党中央的不分区立委公开这样说，民进党难道不用出来说话吗？我们都不要管八囧那些，你说是侧翼，你们管不到，说他们是志愿军，那就算了。党中央的不分区立委公开叫大家造谣，民进党难道没有立场吗？那朋友怎么看？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刚刚谈到那个部分，它有一个前因后果了哈，就是说到底超征这件事情适不适合再发钱？那后来当然很多在归咎这个整个罢免的结果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的时候，才会有刚刚看到那些画面。那坦白讲，就很多各地的，譬如说议会的党团也都针对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你不要扯开，就是不分区立委公开造谣这件事。好，那我就讲这一段，因为我觉得事情前因后果，我说我们不能去脉络化，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譬如说好。你刚刚讲罢团的部分，我们就不提。事实上也是罢团，它的确有它自主的因素。很多事情，譬如说我们希望事先跟他沟通，他也不见得能够接受，因为他也认为说，他是一个成熟的想法了哈。那至于民进党这部分，我想也没有那么厉害了哈。如果真的像叶大律师讲的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多账号可以操作的话，我想现在网络上的优势不会是民进党。所以这一段话，他造谣这件事，您身为民进党的公职人员，您认为民进党党中央要不要处理？我认为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民进党党中央跟民进党的党团，好是不同的这个一个单位了哈。那至于民进党的党中央是不是要针对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是过去有一些不妥的说法，党中央在常会的时候上面都会去做出制止。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如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公开去教导大家怎么去造谣的这个做法是不妥的话，我想党中央会去做一个处理。你刚说如果大家认为，那您认为妥不妥？对，因为我其实没看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谈话性节目上，他去说明这个的前因后果，他到底是在举例说，这个东西怎么操作的，还是说他就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范例，请大家都来这样做？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了哈，所以我没办法去回应这个部分。我现在要先挑战的就是龚川啊，因为龚川啊，还有沈伯洋，还有林楚英，这三个战将都是不分区的，所以龚川话来讲，你说你有学问，你回去查查。我今天查了。全世界纯粹总统制的国家有不分区国会议员的只有3个：台湾、菲律宾跟印尼。那菲律宾跟印尼是特别，因为他们有少数民族，有地域的这个特别的要特别保障。我们台湾啊，你是什么？我们的不分区委员是内阁制国家的制度，总统制的国家硬是插进去，而且呢，我们以前还要投票选举，现在都不用了，总统点名。所以呢，龚川啊，你只不过是总统的鹰犬而已啊！阿里的那个王世坚说不听话的滚，我跟你讲，该滚的是谁？你自己点该去算看买哦。还有呢，我跟你讲，他还不是最可恶的，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都用低的声调，因为我怕。你觉得我很勇敢的，不是，我也有怕的时候，因为我都讲说，堂堂一个政府，堂堂一个执政党那么伟大。把这种天经地义、非常神圣的大罢免，我认为是伤天害理的大罢免，竟然交给谁？这个交给八囧，交给闽南郎，还有交给史书华，
然后呢，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领导人是老巢，老巢带领这一群人，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喜欢他们？但是我有检讨自己，我80多岁了，他们大概30吧，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啊？我已经跟时代脱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害怕，你知道，我会觉得说好像不对的是我，但是人家说啊，你怎么反对他们？我说很邪气，现在输了，不是邪气而已啊，他们是要想学纳粹，他们是以小纳粹自诩，但是他们的麻烦是找不到纳粹的领导人。我跟你讲，老巢怎么是希特勒呢？那个赖清德怎么会是希特勒呢？希特勒是千古罪人啊，但是要做希特勒也不容易啊，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们的网民啊，回应他们的表现说：“你不是反共的吗？啊，怎么变成小纳粹呢？”我跟你讲，这位网民就是没有学问。对，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学问。希特勒当年啊，这什么叫纳粹？纳粹是 National Socialist， 你知道吗？国家社会主义啊，国社党，你知道吗？他们是以反共起家的，所以他们就是凡尔赛条约逼得他们这股闷气不能发泄，所以才听希特勒的。现在这些年轻人是被老共逼得说，我大概没有未来了，台湾完蛋了，所以他们想学纳粹了。所以你看这个八炯，这个闽南郎，这个史书法我都点名了，我不怕，你知道吗？去马列看呢，输了拢闹开啊，骨卡拢折出来，拢唔加人嘛，你知道吗？唔加人就真的没有人样。所以你看民进党赖清德总统，因为你其实也有份，因为你讲什么？你讲着洗涤人心，你讲去除杂质，这个也是好像西某特或者某某特的一个前奏了啊，所以大家都有份，大家都很难堪。我跟你讲，台湾现在三大困境啊，赖清德都有份，而且都非常难处理。现在呢，网友去骂德国在台协会，人家昨天上午都不讲话，被骂，下午才低调说啊，所有这支持讲纳粹的图像我们都谴责。这一竿子把全部都打了。当初他是点名批判那个朱立伦啊，对不对？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就被问说，你怕得罪谁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对，在所在地执政党的尊重啊，说别人讲，我替你讲。那就是各国的外交部都不应该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啊，那就是双重标准嘛。好，那八炯呢？现在呢，因为想学纳粹来操作大罢免，被这个什么闽南郎这个撕破以后呢，昨天发了文，今天又发文道歉，但他道歉呢，谴责蓝白的网军攻击。那莫名其妙是闽南郎骂他的，又不是蓝白。好吧，他昨天是说，因为你们都攻击他，所以他是气了，所以在私下发泄。那尤英龙就点名3大罢免战犯，他认为是柯建铭，认为是曹兴诚跟沈伯洋。我当时有讲3个主要负责人是赖清德、柯建铭跟曹兴诚，我觉得沈伯洋还不够大牌，这个我觉得没那么重要哈。如果点名4个，沈伯洋就可能放进来哈。那另外呢，这个林濁水说大罢免是把中间选民吓坏了，中间民就说啊，这你们在搞什么？我基本上这样的哈，就我讲的就是任何事情要有道理。古时候就是要出征，都要有一个檄文，有没有？讲我为什么王师出征啦然后我为什么要对方很邪恶、太坏，要打他？你讲不出个道理嘛？你现在只能讲出他们就习近平指导他们，习近平能够指导他们？习近平指导谁？习近平指导你啊？习近平指导他啊？怎么可能呢？所以呢，当你讲的不合理的时候，选民就觉得你就很奇怪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要再回来。好，明日攻击里面呢惊悚的是总统被恐攻是难怪现在你看那个汉光40号演习都要赶快弹手要守住，不让他进来，不让他进城然后呢，那个万板大桥也是板桥到万华要守住，在板桥不能进到万华那台海危机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说
影片哦，真的假的哦？那说呢，这个说挺霸的影视人被封杀，我很好奇，挺霸，我本来以为看错了，我应该是反霸人被封杀，挺霸被谁封杀？现在谁有能力封杀挺霸的人呢？媒体几乎都是绿的，对不对？那谁封杀他？告诉我们吧。哦，而且资金都是政府的哦，这是我觉得很奇怪啊。他说挺霸的人被封杀，哦，我是想你搞错了吧？真的吗？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看，不要这样讲哪些人封杀的谁啊？那另外呢，说被拿了1.13亿的公帑哦，帮民进党认知作战哦，总金额花了2亿5921万啊，这联合报的资料了哈。然后呢，林日文创公司呢自筹1亿4620万，占了56.4%。然后呢，汇聚台流文化黑潮计划补助的7131万，27.51%。国发基金给他4170万，16.09%。哈，那到底呢？这个总公司自筹从哪里筹的？是自己的钱，还是到底谁的啊？那现在也没搞清楚哈。那另外呢，说被认为说出资林日攻击是卖芒果干，说中华电信啊。中华电信说：“这是我的营业秘密，没有办法提供。”因为往后会去要说你到底出了多少钱，补了多少钱？哦，而且呢，在大罢免前推出了嘛，就有看到了嘛，是不是这样？哦，包括汉光41号演习、林日攻击，我认为都是在助大罢免的啦。哦，因为城镇战21000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光41号演习，2万多个后备军人，为什么？就让他们知道说。老共打到我们家里了，已经打到城镇来了，已经打到捷运了，哦，让你害怕，讨厌老共。所以，而且这些人都是中共派来的，立法院这31个立委都是中共派来的，怎么把他们罢免掉？逻辑就是这样，包括林日攻击。但是我那时候想，我说民进党有没有想错啊？他有没有想错啊？当你都打到城镇上，年轻选民就会想说，以前民进党说这是国民党的这个宣传，是骗我们的，吓我们台湾人的。现在你民进党自己就搞到城镇来了。搞到捷运来了，那年轻人不会有感了。你就年轻人都那么傻，哦，年轻人都不知道说，真的有点危险了。我的预测是对的，我比民进党判断准确了。哦，民进党以为用这个东西可以助长大罢免，没有这个事情了。联报的黑白集说林日攻击跟大直，林日攻击拿那么多钱，政府补助，大直也是哦，然后呢说给他的2000万，2000多少万哦，看一下。林日攻击这个也很有趣，我是被整日攻击。先前出席林日攻击首映会，曹兴诚的这番话，现在还真的一语成谶。因为这部由曹兴诚投资的电影上映前就被爆料获得文化部等等单位1.1亿元的补助，如今又被王宏威挖出曹兴诚是文总的执行委员，而跟曹兴诚一样力挺罢免同是文总执委的，还有他们。我们完全没有拿任何的国家或者任何政党的任何一个资源哈。拍摄罢免纪录片的金马导演杨立洲，挺罢的通灵少女刘伯君也在名单上，导演王师也是候补执行委员。王宏威质疑文总根本变成赖清德的赖总。原来文总里面好多都是赖清德的自己人，而且都积极的参与大罢免，那好像变成赖清德的侧翼，所以不禁让大家怀疑这个所谓的文总会不会最后变成了赖总了呢？委员其实都是无己职的，甚至我们还要自己自掏腰包，当然不认同啊。其实不意外，因为这就是他的品德。至于也被点名的刘伯君暂无回应，只是大罢免后，导演陈世杰也透露，参与林日攻击与表态支持大罢免的影视人遭换角封杀。在罢免之前就有人已经被封杀了，因为他参与了林日攻击，因为林日拍了蛮久，不想多说多做批评，也有可能他会考虑到以后他作品的中国市场吧。是不是大罢免后无敌星星开始清算影视圈的话，似乎也越说越保留。好，我现在必须说，林日攻击这个问题呢，确实追下去还蛮多问题的，因为这个跟王宏威委员这几天一直在打的那个文化总会的执行委员这个事情呢，跟他们为什么会证交所跑去补助一个饶舌乐团的公司大支呢，都是类似的概念。第一个呢，他们就是有人在文总，然后呢，在文总里面呢，大家要知道林日攻击这个骗子的监制是谁啊？是赫有名的林锦昌。好，然后他也是那个公司很大的股东。那他们当时在文总呢，就是这些人叫做执行委员会，执委会就是类似一个怎么说法人机构呢，类似董事会。
他们自己董事会的人呢，自己去决策说，我要补助这个部分，然后他们就利用文总呢，去对一些本来不应该搞补助款的人发函，譬如说，这个现在他们不肯回那个王宏威办公室的，就是说中华电信莫名其妙，你为什么来投资零日攻击啊？据说啦，我现在看到内部的人跟我爆的料，我这个要拜托立委还是要去查一下。他们说中华电信呢是用他的子公司叫中华投资呢补助了4000万。那这件事情呢，当时中华这个子公司中华电信的子公司呢，他们内部非常的惊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是不容许的，因为他们只能投资公司，因为中华电信嘛，它投资的是一个公司的永续嘛，那你不能投资一个影片啊，一个专案啊，一个计划啊，所以他们当时内部就觉得说，我这样做会不会有违法的问题？结果呢，他们迫于压力跑去投资，然后他们现在跟他们讲。不跟立委讲，他说他是他的营业秘密，这个就让我们很扼腕说，当时不是民进党利用青鸟一定要，然后还有大法官释宪，一定不给立法院调查权吗？说法人不能够配合去立法院作证吗？这个后遗症就来了。然后呢，另外他们也没有讲的也拜托立委去查一下呢。据了解，高雄市政府也补助了2700万零日攻击，而且呢，可能打破了规定的投资上限。那他为什么这几笔他们不敢列，然后不敢提报告给立委？因为呢，这几笔钱再放进去以后呢，他们就超过了我们政府补助民间的这个投资的50%以下的这个规定。它就变成政府可能出资超过50%，那政府如果总共加起来出资50%的话，你就要变成劳务采购标案呐，你就不可以说他今天有一个计划，他又这样子投，他又那样投。那据了解呢，真正所谓曹兴诚在那边投资，他才投多少？他才投2000万。所以你说这整件事情不是？整个政府就是被他们这样子搬过来又搬过去。那今天被点名的包含那个什么杨力州导演啦，包含这个之前那个大支啦，还包含那个林锦昌，他们当时都是执委会，林锦昌还做那个文总的秘书长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有一点像当时大家觉得说，你的高端疫苗怎么可以这样子处理啊？你的这个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处理？所以这个我觉得后续还有。那接下来他的这个林世杰呢，我觉得这个林世杰是他这部片子的编剧，他出来说现在这个支持罢免的人，还有他零日攻击的团组，全部都遭到什么霸凌跟封杀，这个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就是你第一时间，这个有点像王义川那个做法，就第一时间做贼喊捉贼，你先搞一个假的讯息出来，然后呢，人家开始攻击你，反击，一反击呢，你抓到呢，你就开始骂。你知道这个林世杰这个编剧，人家就去说，那到底哪一个蓝白在抵押你呢？他说大家都同业，我们不要讲得不好那你这样子去指控别人，所以我觉得今天最离谱的就是说民进党跟这个他的那个附随组织跟侧翼，他们到今天国民党都已经没有执政，失去政权了多久？整天还在那边觉得说我是迫害者然后你不能讲我一点不是，你不可以监督我，你只要一监督我呢，你就是阿爸，你就是压迫我，你就是迫害者。到今天还在玩这个游戏，然后大家就一直不断的被他们洗脑。那这件事情大家要到什么程度？其实你说零日攻击这种片子可不可以拍？他可以拍，也很多人，大家去看 PTT 讨论有认为他完全失真的也非常多人，有认为说他讲的很符合现实感觉也有。本来一个创作虚构作品，你可受公平，这个我们可以不评论，但是重点是你政府不能拿出那么多资源，然后左拐右拐的，然后跑去支持那个大支的那个饶舌歌手，为什么会被
这个讲，就是他证交所的问题嘛。等等我们要讨论。不，我觉得这个都你要怎么弄啊，影片怎么做都可以，但是不能拿政府的钱、官方的钱做这个事情。你民间要做什么都可以，而且最好百花齐鸣，这百花齐放，百鸟齐鸣，最好这样子，对不对？那你如果拿了政府的钱，对不对？然后替政府搞这个宣传，那你这个你这些人做的不会心虚吗？这个钱拿得很光荣，拿得很高兴，是不是这样呢？而且还是在大罢免之前去用这个来希望能够替大罢免来增温，这个你觉得这是对的吗？休息再回来。好，刚刚讲这个文总了哈，文总呢，原来谁搞的是蒋介石搞的，哦，那蒋介石为什么要搞呢？就是因为中共搞文化大革命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他就觉得说你就要摧毁中华文化嘛，所以要救中华文化，所以就搞一个文化总会，啊，那结果呢，这个现在呢说当时是反文革，说现在又搞另外一种文革，搞文革啊，那另外呢说呢这个。文总是不是变成大罢免的后勤部啊？因为里面不少人都是支持这个大罢免的。那曹新成啊、杨立洲啊，这王宏伟讲的也都在里面啊。你看这个名单里面很多啊，赖清德、萧美琴是这个主任委员嘛，副主任委员哈。那另外呢，大支说他，因为他也当过这个执委了，所以他就被讲成是球员兼裁判，给自己补助了。那文总就说呢，这是恶意指鹿为马了，他拿到补助的时候，他还不是执委了哈。那文化部长李远是说呢，这叫做硬扣政治帽子，觉得很冤枉，因为文化部也补助也不少钱嘛。我们看一下，证交所有奉旨补助大支吗？听到问题了，但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没有正面回应，一夕之间成为焦点，就是因为证交所被国民党立委揭露，从2023年到2025年补助大支超过1000万元，而背后帮忙抢补助的被控是文化总会会长，正是总统赖清德。用唱的宣传反罢免，大支和证交所合作，分别制作3首反诈歌曲，作品累积流量分别是4.9万、4000以及1000人次观看。王宏伟批评没有显著成效，根本是奉旨给饭。补助的规定大概是怎么样的？总经理碧潭董事长在记者会结束之后，直接从逃生门离开，争议在证交所这里没得到答案。大支前一天晚间发声明，先是琢磨在辣的歌曲争议，但也坦言补助计划要做的项目非常多，原本希望能够扎根在地，串联世代，提供饶舌歌手舞台，却造成风波不断，真的很抱歉。但大支本身在被发现也是文总的执行委员，就像球员兼裁判。对此，文总回应，校长兼撞钟是2023年开始的计划，文化总会年度预算都是前一年审核，而大支是2025年的2月18号透过文总全体委员会投票选出的新任委员，并没有参与2023年到2025年的预算核定，因此没有球员兼裁判情形。也强调补助款申请和核销都按照规定办理，没有特殊待遇，但证交所却不愿说明还有谁寻此例。那志强，我觉得这一切事情九把刀的那句话就很传神，说出这些人的心态了。他说坏人很坏我们好人要更凶他主张罢免去罢免罗智强，他的理由就这个嘛。那我跟各位讲，他已经区分好了。抱歉，你们在座跟我不一样，都是坏人。你的坏人，我用尽任何手段对付你们都是应该的，就这么简单。那你现在回头看举个例子，我讲时空倒转一下嘛。如果国民党政府补助大支，对不对？在大罢免期间、大选举期间，然后大支拿了2-3千万，对不对？然后做影片去开始攻击民进党。亲爱的民进党的朋友，你能接受吗？国民党没有这样做啦，坦白讲，马英九执政没有这样做啦，也没这个胆子这样做啦。可是，然后零日攻击国家掏了，照永平说的，那几乎都是国家出的钱啦，他们自己出的钱很少就算不是这样子好了，你国家也出了上亿元嘛，对不对？不止对我说就算最保守以目前来讲了，我们还会再去查了，然后做一个配合大罢免开始去为你们造势的这个影片，你觉得民进党会放过马英九吗？放过国民党吗？不会
然后你去看他们徐小花，对不对？就跟你讲要做降字图卡，来去误导台湾人民啊。然后那个八炯跟你讲什么？把他们变成犹太人，哈，我们就是纳粹，我们要来弄一个纳粹的事，学习纳粹，来搞死这些在野党的人。然后一堆人到那个纳粹的图腾底下，那个非常慷慨激昂的去演讲。然后王一川还跟你教你怎么做造谣的梗图4部曲。这所有的事情发生在马英九执政、国民党执政时期的话，我告诉你早就被千刀万剐。你先不要讲先不要讲民进党会攻击在座这一排没有一个人会放过国民党的啦。赵大哥，你也不可能放过国民党的啦，你一样是开枪喷国民党啦。可是为什么今天他们都可以做这个事情？就九把刀讲那句话，你们都坏人呐，我是好人呐，所以你坏人我爱怎么做怎么弄你基本上都是我对啊。他还说什么你们都是外来人士，请离开。然后说为什么我是外来人士？他说这是游戏主宰者，他引一个那个猎人漫画很有名的漫画，这是游戏主宰者的特别咒语，我要请你离开，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我是游戏主宰者，我说了算啊。你今天是不是生长在台湾？你是不是台湾的子弟？你是不是同一个家园长大的？不重要，我说你是外来的就是外来的。但是我最后要讲一件事，我真的非常感动也佩服台湾人民啊！民进党就瞧不起台湾人民啊！他以为用降字图卡、用造谣4部曲、用纳粹手段、用零日攻击、用大支的影片、国家养所谓的网军的方式，就可以大罢免、大成功。台湾人民伟大的智慧是25-0，告诉你民进党，你不要妄想，台湾人民不是笨蛋，没有办法用降字图卡降台湾人民的智慧啦。这是台湾，我觉得今天这一次，我说真的，我看到大罢免这个结果，我感到非常非常骄傲的地方，台湾人真是聪明。来，经理，你看这个公司叫凌日文创，凌日文创的资本额多少？它只有85万。好，一个85万的公司，你为什么敢去做2亿多的创作？因为1.13亿，现在已知的就已经有1.13亿是从公库来的。好，另外他们所谓自筹的部分，好，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再往上加。好，所以这件事很可怕。就是说，刚刚其实赵大哥也有说就是你今天如果你自己有什么政治理念，你要去拍片，我们都尊重嘛，但是你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去洗老百姓的脑嘛。好，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国库通党库”。以前我们小时候，民进党都这样骂国民党，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民进党就在做这件事啊，就是拿着我们老百姓的钱放到国库里面的钱，然后呢转到民进党跟他的附随组织里面去，然后把这些国库的钱变成民进党党库的钱来洗老百姓的脑。所以我们就听到现在年轻人说一句话嘛：国民党的坏是历史。好，民进党的坏是我们现在大家亲身体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糟糕。那就也像永平姐说的，国会现在没有调查权啊，你去跟他要资料，通通不给你。我们其实真的很希望知道，到底这些绿营的文化人拿了政府多少钱，再帮政府喉舌洗我们老百姓的脑，这应该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啊。曾宇。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李远部长他特别说，他们被扣了政治帽子很冤枉帮我们文化人扣上要犯很冤枉我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合法的要犯，其实是从民进党的青年部的粉专里面，他去拍了一支影片，告诉说，合法的要犯你不要吗？这是民进党你们自己做的大内宣的内容。那我想要说一下这次凌日攻击的这样子的范本，所谓的大内宣，或者是说去赞扬反共的重要性。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说国家你要拍，我们回想一下过去几年，我们有一个叫国际桥牌社，我们有一个人选之人造让者，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戏剧。但是凌日攻击是吗？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在探讨说里面的预算等等的，我想要针对凌日攻击这个名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凌日攻击是什么意思？是 Zero Day Attack， 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叫做是指骇客针对一个尚未被原厂发
现的漏洞进行攻击。他为什么会用零日攻击这个字？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哦。第一个，它有3个重点，没有人知道这个漏洞的存在，没有修补程式，防毒软体跟资安系统也无法预防。再来，为什么这么危险？3个重点：窃取资料、控制电脑、散播恶意软体。那现在这整个零日攻击的这样子的名字套到这个10集的戏剧里面的时候，你到底想要在国人里面传达什么内容？你是要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御可能性，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预备可以去防抵外敌的侵入吗？你是要宣导的是这样子的内容吗？还是你要告诉大家，其实在台湾我们现在目前备战，我们备战才能避战的状态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你这不就是政治操作吗？所以我们还是要说，Zero Day Attack 这个字眼，它是叫做没有任何防御机制能先阻止。所以你现在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台湾现在面对两岸的危机，兵凶战危的状态，台湾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双手一摊吗？若是这样子的话，这笔预算你们得吐出来啊！来我看，对的就是坚持啦，不对的就要改了。好，从7月6之后，民意刚刚这样很多来宾都谈过，到现在，刚刚好几个话题，包含零日攻击，他得到了补助，公款就破亿。台剧这几年好多在拍，你去看 Netflix 串流影很多，其他的这个制作团队会不会眼红？就是别人的补助是这样吗？大支文化部有补助，证交所补助，这个基本上谁会觉得是合理的？怎么证交所会去补助一个饶舌歌手呢？所以不合理的你就应该改。前面所讲的霸团可能有一些情绪，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所以呢，他得到的结论是因为选民很笨。所以我们做降制图卡，或许他有情绪。那陈培宇刚刚我们有个图卡，他说我们尊重，这时候应该如果说民进党跟霸团同意，应该跟霸团讲说不要有这种情绪。选举永远是票多的人赢，你要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第二个部分就是王义川，如果那个台中的120亿从头到尾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的立委，他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是真的，因为今年就去告社违法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民进党要自己约束，不可以去做。刚刚叶律师已经讲了嘛，120亿不可能发4万，连1万都发不到。所以真的是降制图卡加造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会得到更多选票的。823期基本上也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民进党2026县市长应该国民党还是会选比较好。2028民进党还不要执政。如果要用这种方式继续走下去，降制图卡、造谣图卡，那怎么可能夺到更多选民的认同？继续再回来。好，卓荣泰去视察6龟山区那赔了陈其迈赔他，希望中央加速灾区重建那说初估呢，这个灾损重建要14亿，希望中央全力支持，非常急迫那现在要搞一个叫做灾后复原重建条例呢，预算超过300亿那李鸿源说了行政院又抛一个4年1000亿大防水计划。李鸿源说：“先找问题，再编新预算。8年8800亿，不是8年，那个前瞻的8800亿里面，这个治水就差不多将近2000亿然后陈水扁时候呢，也有8年800亿，马英九时候有6年600亿蔡英文时候也有钱，反正就是都编了一堆，起码这个很多好几千亿在里面的啦那我如果加上以前可能都上兆了啦。”那个钱到底用哪里？怎么每次水就来淹？然后都说是100年难得一遇，前年才一次今年又一次那怎么2年一遇怎么叫100年一遇呢？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呢，而且这些钱基本上都发到各地方去治灾防洪然后呢，这个钱到底真的到了工程上去吗？有多少人多少是到了私人口袋？多少人是图利的地方这个黑白两道加上这些包商。一层一层分，多少是肥了这些人？真的多少真的在这个治山治洪防水上面，水一来全都淹完了，再编预算；水来好可怜了，再编预算；水来好可怜，再编预算。你这样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啦，真的解决不了了。像那个时候呢，美国田纳西州也是那个他真有一个整个田纳西流域，他有一个专门去整治这些河川的，而不是说各县市自己去搞自己的，搞不好的。像美国的话就会成立一个 task force， 就是一个专门为这个事情从中央到地方整体来整治才有可能否则的话那个水都打水漂了所以联合报在问呢，
政府撒了几千亿治水，怎么还是惨惨淹呢？然后每次都说是以前没有过，有史以来最多。学者说呢，洪水预测拉200年没跟上气候变迁，所以气候在变迁呢。气候变迁也不是今年才变迁，早就变迁了。10年以前没有变迁，不知道，都知道啊，对不对？哦，那陈文茜不是拍一个那个什么正负2度 C 吗？这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变迁了。哦，然后呢说呢，原来呢，民进党委员有一个案子要行政院来专案报告，结果现在又把案子又给撤了。郭国文、林俊宪19个委员提案，邀请卓荣泰来，结果呢现在撤回。为什么撤回呢？为什么撤回？哦，国民党团就轰说是帮民进党高官卸责嘛。这个专案报告不是很好，为什么要撤回呢？哦，所以呢，蓝白立委很错愕啊，说怎么案子就撤了呢？哦，那另外呢，这个立法院陈永康国会办公室也泡水了啊，水也进去了，他海军出身的。我们看一下陈其迈要钱怎么样。风梨园滚进来一大团的漂流物，比人还要高，其中还混着钢筋。大水冲刷的力量太可怕了。这一处凤梨园位在屏东高树乡，农地比旁边的道路还要低。这一次淹水，连路面都变水路，何况是落差1-2公尺的凤梨园。凤梨株当中还有漂流木。这石头用树啊，整治跟这个土石流警戒区大规模崩塌警戒区的整治，那这样总经费那可能大概是10亿元左右。0728豪雨，南部频传灾情，陈其迈开口向中央争取10亿经费，但不少民众质疑蔡英文总统任内8年800亿治水预算，钱到底花在哪？高雄人物的草潭皮滞洪池在112年完工，花费1亿8000多万，全额由中央补助，但高雄的治水真的改善了吗？摊开前瞻计划预算看，区域排水计划拨款给高雄80亿，改善水质的水环境计划则是26亿，加一加总共106亿。又因为去年凯米、山图尔台风重创，中央特别再拨款总共44.4亿给高市府重建，水利署也补助10.9亿施作点宝溪排水系统。这回高雄又向中央争取10亿元，对于预算规划质疑，陈其迈做出解释。经费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属于这个道路、桥梁等这些抢修工程，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区的这些水保相关的工作那这2个部分呢，就加起来大概是10亿左右的这个预算。只是面对极端气候，治水经费砸下去，能不能真的阻挡风灾带来的灾害，才是人民最关心的。来，朋友。这个风灾发生，当然我们一直在讲说什么几年一遇，几年一遇。我觉得在前几年的时候，这个讨论很多了哈，尤其是陆续以前在南投，我记得那个大家都还历历在目。我们小时候大概发生都很多，但现在还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确就会让人家检讨讲说，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行政出了问题？像我们新北市很多水利的建设，现在常常是发包不出去的。那你说中央钱有下来，地方也想做，为什么这些东西做不出来？一遇到天灾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刚刚跟曾宇在私底下聊天说，很多公务人员他为什么没办法待得住，去好好的把这些事情一起来处理？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就是好像大家可以把责任推给天灾的时候，就不必认真去处理这件事，就不必认真去说我把水利工程真的办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真的是跟党派无关，就是大家都知道气候极端没有错，可是不可能说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到现在还在无法预测、无法面对的一个状态，所以真的是不管中央地方，现在应该就是把这些利用这个机会了哈，就是把它携手来做个处理。老沈，你晓得我6岁的时候，我们家疏散到台南永康，那个时候我就常常碰到淹水，我就用那个水盆就泼水到外面去，就印象这个犹新啊，记忆犹新。80年后还这样，那是80年前啊。现在永康还是台南最容易积水的地方，所以你想那个陈其迈要钱，陈其迈要钱一定给，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在民进党接班的这个次序上，他是大哥啊，他政绩很重要。如果2028没有变天的话，他要等他如果变天的话，他要等11年就没了。所以他这个是没有问题。那问题是说，
台湾为什么中南部的这些水患，就花那么多钱，但是没有根治它的原本？大家其实有水患，前面的都不算了，再分一次钱了。所以这个，来我看，对了，高雄茂林短短7天下1整年的雨量，你看台南跟高雄都那么严重，关税的问题跟救灾的问题，还有行政院后面有洪灾预算，先处理这2件事情吧。来，叶律师，22年花了2200亿。最近还有民进党的人拿出这个台北市之前纳莉台风淹水，其实就想嘛，纳莉台风之后台北市还有在淹吗？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